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Ranger， 没有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试驾的这辆车啊，是 J-Cool J7。J-Cool J7， 我们不是试驾过了没？没有错，我们之前试驾啊是去 showroom 借车试驾，就是那个短短的15-20分钟。今天我们是长途行驶，而且我们不是今天才拿到车的，我们其实已经拿车好多天了，我们已经细细品尝了这辆车好多天。所以在这期间呢，我们其实是有 feel 到这一台车的缺点。J-Cool J7 不是一台完美的车，你不要看到它卖138千，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车。No， 今天我们将会来跟大家细细分析这一台车的各种优点还有缺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这台车，或者你们身边有想要买这台车的朋友，先把这个影片 share 出去先，这样你就不会找不到了。然后当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因为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其实你订阅下去，你打开小铃铛都是 free 的，免费，但是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其他 media 们不敢讲的东西。在开始继续今天的这个讲解之前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有发现了一个小小细节。这台车它的大镜上方呢是有一颗镜头的，那个镜头是用来做到 ADAS、ACC、AEB 等等的这些安全配备。那其实哦，仔细一看还可以看到在旁边有一颗小镜头，这一颗镜头原来是一个行车记录器来的。在里面呢，望后镜的后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行车记录器的卡槽，你可以插一张卡，这一台车就有行车记录器了，这一点 very good job。所以如果你们家现在用这的车没有行车记录器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安装行车记录器。讲到行车记录器，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OK， 我觉得啊，有一个问题在于，现在很多车商啊，不单是 J-Cool 罢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车商，它的中控大荧幕，它是优点又是缺点。这辆车的中控大荧幕，它可以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无线连接，然后它荧幕超大嘛，所以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你在开这辆车，你就不用去架一个手机在你的镜子那边小小个荧幕这样很辛苦这样看 ，No， 不需要，这边直接一个大荧幕，不需要等什么 OTA update 啦，不用，直接有，而且它超高清，高清到啊，好像你把家里的那个电视放在这边这样，坐后座的都可以看得清楚啊，真的是可以很清楚，它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荧幕，然后把这个 Waze 投屏上去的时候。
太爽了，这个画面感你肯定不会再迷路啊。当然，这个大荧幕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它超难操作啊。我要找一个东西找很久，我只是要冷气罢了啊，我要弄冷气我都弄不到，就是因为这个荧幕啊那么大个，它要把所有功能都给它丢进去，所以很多其实我很想要的一些实体按键没有掉。这个东西呢，就由我们的 Jermaine 来讲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是有体验到一些，就是刚才我讲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啊。第一个我比较不满意的哦，就是它那个冷气啊，它连一个最基本的实体按键一粒都没有。所以有一次呢，就是我在自己一个人用这个杰库的时候啊，如果我要调冷气的话，就真的是很不方便啊。可能我们用习惯 Tesla 的，你们讲你们是习惯了没有什么啦。不过就我们这种一般的用户啊，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啦。就是调冷气，你要从荧幕 slide 上来，然后你要去找风量、温度，你要调哪一个，就会很不自觉。再来就是你驾驶的时候会一直分心啦，看路上看看一下，因为它的这个冷气界面是在很下面嘛，所以你的视线啊是要移动很长一段距离啊。然后下面会有人 comment 啊，哇老喂用语音啦，什么年代了？老实讲，我现在不知道我要这样子让它变冷Hello Jacob, turn aircon to 20 degrees Celsius. Okay. 没有啊，20它变成26，这个也是我觉得有点不方便，就是可能你的一些口音也好，你的指令啊就会跑掉，这个也是它麻烦的一个地方啦。对咯，诶，你看为什么？哦，它是双区空调，我这边变成26，然后你那边还是17。我这里 order 嘛，可是它是给我这边上菜上我这边啊，因为它是一台中国版本的车，左驾版嘛啊，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它没有把这 system 把它列过来？我们再 try 一下。我觉得这个要排起来。Hello Jacob, turn the aircon to 20 Celsius. Hello Jacob, I'm so hot. 啊，如果是它的竞争对手牌子啊，这个时候它 max 了那个冷气，它比较又再人性化一点啊。我们有 try 过那个很梗，其实它可以接收到的指令很有限呢。你看啊 ，Hello Jacob, turn the aircon to maximum. 不能。我应该要讲什么指令？现在我要把这个温度调去20度。如果你看我现在做了这样多动作，讲了一大堆话，他都听不懂。如果它是一个旋钮，搞定。为什么我要这样辛苦？为什么这些还在讲话？随便你啦，不要讲话了。Hello Jacob, 拜拜，拜拜。Hello Jacob, goodbye。OK， 他终于走了。你看我们这边花了多少时间？如果它是旋钮，如果它是按钮，早就搞定了。然后如果是讲，哎呀，那个荧幕你滑上来按一下咯，你知道吗？如果我在开车，我还要去滑荧幕，我要这样，我不如手伸去，我还可以看马路。我手伸去，我转，就搞定了吗？这个不是 J 库的问题嘞，这个是目前啊。大部分汽车品牌都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看起来很 fancy， 它除了 fancy， 它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个 West 这样放大起来，确实是好用啊。OK， 这个就真的是实用了。有些东西是实用跟不实用是很难判定一台车的好坏，因为每个人的使用习惯跟使用场景不一样。好像天窗，有些人觉得根本都不实用，因为怕它漏水，因为怕它上面这个吊布有一天会啷下来，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 lifestyle 的人，你比较 enjoy life， 你喜欢去比较高原的地方，凉凉的天气开一个天窗，或者你喜欢阳光进来有采光，你看这样点一下，这个天窗直接打开来，全景大天窗，这个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一个多余的还是不多余的啦，所以这个我们 no comment。然后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习惯这台车的 Lane Keep Assist， 对，这个我也是有体验到，就由你来讲。OK， 首先就是它的那个拉扯的力度啊，是还蛮大一下的。真正第一次驾走这个杰库的时候啊，它扯到我第一下，那时候我就吓到了，因为它扯的力度真的是很大。当你要跨线的时候，或者你要闪一辆摩托，那个摩托可能在路中间驾很慢，可是你可以从它旁边绕过去，你又不用去到隔壁的 lane 的那种情况下啦，一般上是不会打signal的嘛。对，就是这样跨过它罢了。在这个时候呢，它就扯你啊，那 steering 啊，那个力度是有点大的。其实现在有 ADAS 的车很多都有这个功能，所以不管是不是 J-Cool 还是其他品牌，都会有拉扯感。其实我的 Vios 的拉扯感也是很重，我不喜欢。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种
有 ADAS 的车啊，可能你会吓到一下啦。啊，对，再来就是这个 steering 真的是有点大力啦哦，可能我比较习惯那种小小的 steering， 这个是个人因素啦哦，不能算是缺点。但是有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它就是缺点，就是 steering 上面的按键好不直觉啊，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touchpad。但是你要往下按，然后如果你 touch 歪一点，你往下按可能又会按不到，所以我比较喜欢是直接分开、分离式的那个按键，而不要做成一个滑面。它整个是一个平面，它不是一格一格的啊。对，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你的手放边了一点，然后你按就没有东西，或者你会误触按到别的按键去。如果是它是实体按键，每一格都是分开的话，那个就你眼睛都不用看了。这台车呢，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是你要眼睛去看它来操作的，包括这个 steering wheel，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荧幕，这个大荧幕你也是眼睛要去看它才去操作的。所以它这辆车用魔法打败魔法，它装了一个 eye detector 在你的 steering wheel 正前方。如果你的眼睛不专心开车，或者你打瞌睡，或者你看来看去看旁边，中间的荧幕就会提醒你不专心开车。但是这个东西啊，有一点点歧视东方人。同样呢，也是我在自己一个人开着这个街库的时候，开得好，非常专心的在驾车，在感受这个车的动力也好，它的操控也好。这个时候呢，我的meter跳出来一个灯，我也没有仔细看到，因为它很快就过掉了，就是讲我分心了啦。其实分心的意思是有几种，一是他觉得你没有在看路，二是他觉得你打瞌睡了。你眼睛闭起来了，所以你看你眼睛闭起来，它就会判定你是很累。你看我现在看别边啊，它也是会噔出来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又是一个 safety feature， 你不能讲它不好哦，它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我觉得它的精确度可能要再提升一点啦，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对，整体上这台车其实表现都很不错啦。我对它的整个乘坐体验我很喜欢，有通风椅，有这个 lumbar support 可以调上下前后的，然后这辆车的后座真的好坐，然后它也有很多 safety features 包括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然后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它的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还有包括后门都有这个亮灯警示，假如把车停在路边，有人要下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没有车来，万一真的有车来的话，它会门板上面会亮灯提醒你不好开门等下摩托来那个加 grab 的跟你混下去就是飞天了。这个功能真的很好，所以这辆车它集结了很多很好的优点跟很多优势。以这个价位13万8、14万8，它给到的这个配套真的是太丰富了。当然每一台车都有它的优缺点，没有一辆车完美的。你问我这辆车完美吗？它并不完，但是你问我这辆车适合我吗？长途行驶的情况下，这辆车它可以给到我很舒适的体验。然后再来就是4轮驱动版本，给到我很好的一个安全感。然后 brake 又够力，它的刹车力道真的很好，你们一定要去 showroom 试驾这辆车。所以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OK，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Ranger Man 的频道也会有这一台 J Cool J7 的其他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在他的频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去订阅 Ranger Man。 好，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